你是时间管理大师吗？我喜欢为难自己。我今天要接到的演员呢是林予晞，虽然我对她的想象是空灵般的存在，奇怪了，她倒是有很多斜杠哦。不可以耶，要输给演员嘞，不行嘞啊2、3，好，我觉得相信这个世界会接受一个人由衷的做自己。你们觉得我有斜杠很多事吗？我有吗？我算是很早就自己开公司了，没错。可能我喜欢团队的合作，所以把一些分工合作切出去的时候，我确实觉得自己轻松蛮多的。我记得我有一阵子没有在拍戏的时候，我有当过钢琴老师，蛮好玩的耶，就像是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不一样的事。这会不会也是林予晞的想法 ？I don't know。但我觉得他斜杠的比我更夸张。他到底有没有想要当演员啊？等一下来问他。哎呀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里那么多车子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你好，请直接上车。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请上车。哇哦哇哦！我就把他绑架走了，拜拜。好喜欢开车出门哦。对啊，很方便。而且之前像 COVID 期间，其实我还蛮开心的，就是可以在自己的车子上面到任何一个地方，然后又没什么人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对，到哪里都是人，对，到哪里都是。对，但是自己掌握方向盘的感觉是非常好的。你觉得你可以自己旅游，跟你原本的之前的工作有关系吗？就是空姐，对不对？对，蛮习惯的。对，到达异地，然后怎样怎样。对。当空姐多久啊？08年到12年。哇哦，那你怎么转的呢？就是怎么从空服务员变演员的呢？发现身体有肿瘤。OK， 是简单来说就是生病了，就发现自己生病了，然后就生病就是一个你会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，没错，一个转捩点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停下来想了一下，觉得是不是这个工作，我的个性啊，跟这份工作是不是有带给我什么压力，所以导致我的身体在告诉我一些事情。对，但是你挑了一个压力更大的工作。对。其实我在进来之前有稍微感觉一下这个市场，我发现台湾那个时候缺这个人才，对，没有我这种型的演员。你要怎么感觉？你就放眼望去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啊。你观察现在。等等，你那时候定义你自己是哪一款演员？我想知道。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偶像剧还是很盛行的。对，所以傻白甜比较多。Yes。对，然后能够演傻白甜的女生，其实她会有一个固定样子嘛。Yes。对，然后声音通常蛮甜美的。蛮甜美的。对，不像我们这种声线比较低的。对，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大家有一点想要看别的形象。然后我就觉得，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是赌嘛，你看准市场，你说你看多准，那也是一种赌注啊。对，所以我就赌我自己这一型可以。我记得现在是不是在做女记者的宣传是吗？算是对不对？现在在做女记者。这个角色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？突破还是这一段故事是什么？我觉得刘思君这个角色，她是我第一个没那么讨好我的观众，没那么讨好这个观感的一个角色。OK， 是道德不一样，还是哪个部分不一样？他不太给情绪价值，他是那种臭脸的。OK， 那我本身是很喜欢给反应的，我很喜欢给情绪价值。是对，但刘志军他是不苟言笑的，所以他不屑跟你来这种黏腻的人际关系。演这种角色的时候，你舒服吗？就是跟你本身不一样。
蛮舒服的，可是会忍不住，就是我觉得困难的就是，这有时候我看到薛仕凌，我就觉得很想笑，然后很想打他，但是你不能跟他有这种互动。对，就是你的角色设定，你没办法跟他有这个互动。对，但是自己的本性会默默的在一些咔的之后冒出来。对啊，可是因为有时候咔你很快就要再下一个，又要再来了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hold 不住，很难演。在几年前，在疫情之前，那个易智言导演他有开一个算是哲学课，对，他自己请哲学老师来啦，对，然后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像读书会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发现自己我喜欢马克思，我喜欢尼采，然后我喜欢各式各样子在讨论人的生存意义，人的意义是什么，然后社会又是什么，世界是怎么样，我发现我很喜欢这些东西。我还想说，会不会是因为演完女记者的哪个 part 让你决定你要去读书的？因为基于我的李长博这种鸡婆的个性，我还是喜欢跟人接触，对，但是又没有要接触到真的是社工系，懂？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讨论形而上的东西还是很迷人的，对，有一种诗意的感觉，对，然后。包含我本人也还蛮像失忆的，我讲过话我会忘记，对，所以失忆，对，真的失忆，所以不要去帮助人吧，会不会有点危险？这什么事情都忘记，对。好嘞，那我们要去下个地点了。OK， 对，是一个你的兴趣爱好的部分。好的，今天又是符合来宾的期待，来到了您的兴趣爱好。我没有期待电玩的部分，你没有期待？还是没有期待访问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转过来看，其实也是 OK 的。这件事情有对你这么吸引吗？有真的假的？我不是在假装，现在不是在演我认真。电玩的这个渊源是从何开始的？从很小，从3岁开始我就打电动了。3岁？对，这有点浮夸。对，你知道那个是那时候我叔叔玩红白机，然后呢家里面的人知道我对这件事情很着迷，所以每一次他们就会把电动玩具藏起来，就自己会去找到它。找到它之后呢，我就拿出来开始玩。所以电玩到现在还站在你人生当中很大一个 part 吗？对，我有时候下戏嘛，对，结束之后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开车，喜欢开车，你掌握到那个方向盘，你知道自己是谁。对，我也是，除了方向盘以外，我拿起摇杆，我就知道自己是谁的那种感觉。你知道他刚才有多急吗？就是已经这样我要玩这个游戏我要玩那台，你看你的那个表现，我刚刚长这样吗？没有，就瞬间看到电玩智商减100，对，只是瞬间开心了起来。是投币，好。对 ，credits 这样，然后就2人，应该就 2 player 了吧 ？2 player， 哦，2 P 呀，那我是2 P。选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他们有差别吗？有啊，招式上有不一样，攻击也会不一样。我以为只是看长相，长相也是一个啦。然后我要干嘛？踢，踢，飞踢。不错哦，你玩的不错哦。反正就是一直在打架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很有天分哎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把我打死。但是我通常都是认真起来的时候都会认真。不可以要输给演员不行不开心了。我很开心。I had no enemy。呀 ，enjoy 就好。好。Oh my god，开心快乐，来花你的钱。你要选哪一个？我要选 Lisa。你要选 Lisa， 那Lisa。你变成 Lisa 的妈妈了。对。不要这样打我妈妈，这样子打你，不要打我妈妈，这样对吗？护儿的部分我还是有的。我打到我儿子了，抱歉。妈救我。How's my hair? Perfect. Okay. Your hair is perfect. Okay, thank you. 感谢你满足我的私欲。好，我唯一觉得电玩跟演戏有点关系的，就是装扮的部分，角色扮演。因为我以前的角色扮演可能没有到达电玩这个时期。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人长大，但是我就是会一人分饰多角，就是各种就是整个环境类的环境人物我也会演完，对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因为寂寞，你会因为某一些你想要扮嘛，对啊，你会自己去创造出那个世界。你也是一个人长大吗？那个时候我妹还没出生。但你刚刚讲在车上讲说你是很怎么讲，
李长博的个性，跟你有2个妹妹有关系吗？我觉得有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你长大之后，他们还小的啊，对，然后爸爸妈妈就会很习惯这样子跟你互动啊，就是你跌倒不可以哭啊，妹妹在看哦，你要做好榜样给妹妹看哦。然后我就觉得对，我是那个，对，没问题，要做到这个位置，对，交给我照顾大家。对，像就是你这个个性呢，就是在剧组或者在工作环境的时候，也会顺着去照顾别人嘛？大家会这样子看你吗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能照顾人，可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在组里，我太主动想要做点什么，我就会给人家造成麻烦，所以最后我就会很退，我就变成一个让大家照顾的人，我觉得大家会比较自在一点。对啊，但是这也是有阶段性的啦。我觉得现在渐渐的，我开始觉得自己要变成那个要照顾、take care 人的人了。终于到这个阶段了。像你刚刚讲李长博说，我心有戚戚焉呐，因为我本人就是市民热线1999，还要找我镜头在哪里？1999，喂，找刘品言，神经病，确。你是怎么开始发现你喜欢的？我第一次是自己一个人坐飞机，然后坐16个小时，然后转机，然后还要再转机去搭那个他们 local 的，然后到 Houston。然后这是一整个过程，我是靠一台相机支撑我自己的意志的那种感觉。那个有一台很小的数位相机，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然后在这个旅程之中，我就发现有很多东西，我想跟人，我发现原来我想跟人分享。因为你身边有人的时候，你随时都可以，就是妍妍，你看这个这样，对，然后这个怎样好吃，对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突然间，那是我第一次发现，我想找一个人分享身边的眼前的这些好奇跟这些兴奋，没有对象，原来是这种孤独的感觉。然后我就开始学起按下第一个快门，这是我的第一张照片。然后还有一张照片，就是自己在洗手间里面，然后对着自己拍一张照片。大家都喜欢拍照，尤其是现在啊，手机拿起来，什么拍一拍都好了。可是拍着拍着，我开始有点想念那个底片的那个状态，好像要有点仪式感。然后你要等待，对，你要等。可是你有这么喜欢等吗？你有吗？因为我还好，我喜欢为难自己。在一开始的选择的时候，我就选一个稍微有点难度。那因为其实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不太喜欢排队。我所谓那个排队是意念上面的，我不喜欢跟人家做一样的事情，懂？所以我就会去选没有人探索的领域。你怎么维持这个不跟别人一样的勇敢？我觉得相信这个世界会接受一个人由衷的做自己。我对这个世界是有安全感的。天哪，这是我今年听到最温暖的话。说到摄影，就是我们当然没有带什么厉害的相机，但是我们想要用拍立得来考考你。就是用4张照片完成一个故事。好的。那先从专业的来，你就去那边站着走过来的感觉，站着走过来 ，OK， 对，正常点，谢谢。好，不能带情绪的 ，OK， 你的情绪这样，我的人设是什么？给我一下。好，也是，好，3、2、1，OK， 好，这是第一张，2、3，好了，故事完成了，对，好，该我指使你。请先去你的最爱，是对电玩的部分，然后假装在玩的背对我。好的，1、2、3，好嘞，我完成了，我也有故事了。你的第一个是，一位美丽的都会女子来到酒吧，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就开始喝了起来，开始吃喝，很开心。OK， 呀，这张很可爱耶。对，然后最后也非常开心的醉倒了。哇呀，我头发好配合你的风格哦。对，我的意象，对我的概念，我的也是算是蛮清楚的，一位女的非常沉迷于电玩，对。
然后我把他沉迷于电玩的双手也拍了下来。哎，你拍的很好，你有 close up，你有特写耶。沉迷于电玩的双手多么的灵动啊！对，局部的特写。重点是它还有这么多铜板，就知道他还会在这里做很久的意思。可能我很烂。对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你看他执着的眼神，就是目不转睛的版本。这一张照片其实就只有4个叫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，是。对，明明在拍，假公济私在玩，对。然后这个呢还没有显色，但这个就是他用的水手少女的那个跟他的头发这样，他的视角，对吧？我喜欢哎，我喜欢。耶，那这一组照就送你啦，然后那一组就是我的。好的，哎，太好了，美拜哦。你的生日也是即将要到来了，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过生日的人啦？对，看好可爱哦，这有蛋糕，对，这真的是我被突击了，很厉害，我的第一个蛋糕，第一个，哎，什么？有品耶，40岁的蛋糕哎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不好意思写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天哪，我的40岁就这样被突击了。真的假的？早说嘛，我就买再更传统一点，然后上面写人家不依你缓了我的40岁。啊，1岁，这是我的1岁的生日蛋糕哦。希望自己的心境永远都像一个青春的生命一样，各式各样的好奇，各式各样的探索。Happy birthday！ 谢谢。你是时间管理大师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？又做什么有声书、podcast 这些？我没有觉得我们这么有时间呢。你这些时间哪里来的？不拍戏就有这些时间了，然后也有这些经历。我蛮意外的，因为我觉得像我也有一些不务正业的 part， 比如说主持，以演员来说就是比较偏不务正业的 part。我很喜欢主持。你很喜欢主持？对啊。那你的主持内容是接触哪个面向的比较多？接触陌生人，接触什么？其实我目前为止做的是接触陌生人比较多，因为都是旅游外景嘛。对，然后旅游外景，然后通常搭配的那个对象，你其实久了你都就算不熟，你久了也熟啦。因为在这个旅游的过程里，对，所以大部分我要面对的还是一些比较，比如说民众啦、店家、店家这些。对，但是我其实也很想尝试，或者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办法做那种，比如说像比较像这样子的，你可以跟一个人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对，我很渴望跟人好好说话，因为我喜欢服务人，所以我常常会觉得，如果可以把身边的人都安顿好，然后可以帮他们出点主意，然后可以帮他们拍拍照。对啊，你的出发点都是这个方向。对，然后所以或者是说粉丝，我感觉到他们想听我的声音。对，然后我也想跟他们继续互动，有个互动。对，然后用我喜欢的方式。因为其实像我自己，就是我遇到其他的工作的时候，我回头过来看演员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没有啊，角色不一定要像你啊。对，他应该要是个别人啊。对，你嘞？你有这种运用吗？我在读社会学研究所的时候，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工具在解析、分析人类社会。我觉得在学习这么多这些认知之后，你就会理解。有各式各样的人，是对，然后每天都在这一个世界里面去体会，这世界好大哦。对，你觉得你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人，还是成为了演员之后才变成这样？我本来就这么怪。对，也许反过来说是，我觉得这些也是我为我的演员身份做的努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吧，所以就会花时间去做。当然还有，我觉得身心灵的平衡也很重要，就是说在演员以外的生活跟身份，我有没有自己保留给自己？对，那所以这部分我会蛮积极的经营，因为如果没有，那我会空掉。对，这样空掉的我不觉得可以 offer 什么好的表演吧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或者是可能会做这份工作做得很辛苦，很痛苦吧。那如果要你排人生重要的事，比如说自己、家庭、朋友、恋人、工作5个，你会怎么排重要到这个？你的排序是什么？那
那如果要你排人生重要的事，比如说自己、家庭、朋友、恋人、工作5个，你会怎么排重要到这个？你的排序是什么？恋人跟家人我会算在同一种。哦，懂。他们都是你身边的亲密关系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是从很小就我神经病，我就是每一段关系我都以结婚为前提。OK， 对，很 serious 在看待我，很认真呢，很认真在看待我的关系。那每一段关系都蛮长的吗？是 OK， 对，然后那当然也会有很多探索啦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会摆在最前面，说家人跟恋人这是同一种，懂？对，然后这是我生活的最大的前提。你会愿意花绝大多数的时间在跟你的亲密关系相处，然后家人、恋人，还有我的 podcast 现在也都是跟我妹做啊。哦，是很幸福哎，好好玩，我其实觉得好好哦。知道有2个 sisters， 3个 sisters 这样子。对，他们现在都多大了？小我4岁跟8岁嘛，所以就是36岁跟32岁。所以其实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也像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哦？对啊，所以我才这么喜欢照顾人，因为2个妹妹也很给我面子，也非常给我舞台。他们 they're so proud of me， 这样。然后虽然有时候还是觉得我很搞笑，觉得我做很多事情他们都翻我白眼，对。可是你知道他心里是敬爱你这个大姐的，尤其是我那时候刚发现我长肿瘤，然后我第一次反过来被我妹妹照顾。我真的是在计程车上偷哭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陪我一起去照肿瘤的那个片子，照超音波什么等等之类，然后去做痔穿，检查。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煎熬。然后那一段时间刚好需要人，对我父母刚好不在台湾，对，然后所以就2个妹妹陪我。那个时候你突然间就感觉到，虽然话是说，你们陪我，但其实实际上是他们在照顾着我，懂？但是。对，好，所以虽然说我叫他们来了，好像他们跟着我，但其实实际上都是在互相照顾的状态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哇，这家人很重要。对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一定是摆在很前面。还是我去上你的节目好？会不会那个 podcast 就录了大概6个小时，就这样一直放在那，然后就一直录，一直录，然后还喝酒的，对，全部都录进去，觉得很不错哦。我们要来拍一张自拍啦，这是让我可以留个纪念的。哎呀，这个1、2、3。好的，那就谢谢妍妍今天的照顾。你真的很霸气，脚受伤了还要这样，哎，真的 OK 啦。下次换你开车载我。那我也要先把自己的一只脚。No，不要。OK。好，那我下次见。下次见了，谢谢你来玩。我没有想过我会遇到一个跟我那么像的人。我所谓跟我那么像，是指羽西也是在他的日常生活里比较偏照顾大家的样子。他的这个颜值啊，或者是整个气质，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很妈妈型的人，或者是很碎念型的某种形象。可是他其实是个里长伯，这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。总体方向其实是朝着，比如说独立自主的女性、完整自己的方向来发展。但是从细项的不同选择之后，发现，哇，都是我们的个性使然，才会让我们有这么有独特性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，下一次还可以遇到哪些不一样的演员呢？下次见。